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那这期视频呢，跟以往的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那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衣服上的黑科技。那相信有不少小伙伴应该都看过东东的这期懒夫君的皮肤衣的视频。他介绍的这款皮肤衣啊，轻薄、透气、防紫外线，这都是常规操作。那防水的效果呢，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怎么看呢？它都是一件雨衣。那反正我心里是已经种草了。那当我正要去买的时候呢，我看到它淘宝店下面有人评论，说洗过一次之后呢，这个防水性能就大大的下降。当时我这心里就犯嘀咕，直到2周之前啊，另外一个网友联系我说，懒夫君新出了抓绒系列的新品。那厂家他们也说了啊，除了抓绒衣服之外，还能给我多寄一件皮肤衣给我啊，而且呢，可以随便我怎么洗都行。当然呢，他们也希望我可以把真实的使用感受反馈给他，这样呢，才有了现在这期视频。在我收到这个皮肤衣之后最高兴的就是我儿子了，迫不及待的就去做了防水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皮肤衣啊是普通的皮肤衣，而右边的这个稍微淡黄色的呢是懒夫君的皮肤衣。那普通的皮肤衣呢，沾水之后它非常容易就湿了。掉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水印儿在上面的，还是比较明显反光。而咱们懒夫君的这件呢，我儿子在淋浴室里玩了半天，感觉里面是一点都没湿，简直就是穿了一件雨衣啊！这个新的防水应该都比较好吧，但是洗过之后又怎么样呢？于是乎我就把它放到了我们家的洗衣机里，跟我其他的衣服呢用标准模式洗了一下。好，第二天干了之后呢，我又拿出来重新做了一下测试。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用这个衣服装水的这个测试，那相信效果怎样呢，就不言而喻了。之后呢，我又跟厂家沟通过，他们说在实验室里，他们反复的洗涤50次，还能达到国家的4级防水标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参数能代表着什么，但是咱说句实心话啊，洗50次，我估计这个衣服的寿命也就差不多了。但是经过我的亲身测试，最起码洗1次就不像评论说的那样，那防水的效果呢，依旧是很强悍的。但是我估计洗的次数多了之后呢，防水性能是一定会下降的。那只要你洗的时候呢，这个水不超过40度，而且不漂白、不干洗、不熨烫，正常情况下，我觉得穿个1-2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在测试完皮肤衣之后，我就对他们这个抓绒呢有点兴趣了。这个抓绒的衣服呢，一共有黑色、黄色和灰色3个颜色。它所有的拉链呢都是有防水的这种设计。那袖口呢也有束口的这种暗扣。那胸前到背后有一条贯穿的反光条。那胸前跟袖口上都是有这个印花的 logo。那内部的车线呢也是非常的规整的，而且呢你也看不到什么明显的断头，就是空身穿起来呢亲肤感呢还是不错的，感觉非常的轻薄，每一件呢都只有大概600克左右。据厂家说呢，面料呢采用了西方最新的保温摇粒绒的材料，可以有效的隔绝外部的红外线的升温和体内热量的挥发。不但可以防风防寒，而且呢还有一定的防水功能。也防水？我一听到这个防水，马上就又来劲儿了。那我就找了我妈的优衣库的一件加厚的这个摇粒绒，然后跟它一起做了防水测试。那大家可以看到，右边呢是这个优衣库的。那我们从表面上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也不怎么吸水。但是水淋上去之后呢，大家在手一摸就能感觉到，其实它已经湿了，而且里面呢也有这种浸润的感觉。右面呢是咱们懒夫君的抓绒，虽然说它溅水之后呢也有一些打湿的感觉，那表面上感觉还是有微微的湿润，但是内部呢还是相对比较干爽的，没有那种浸润的感觉。所以说原来它是不透水，并不是像皮肤衣一样可以直接把水弹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保温性能到底怎么样。那我就找了我们家2个电热的热水袋，
加热到70度左右，然后分别用我在北京穿的一件薄的羽绒服跟揽福军的这个抓绒，把它包裹起来之后，放到我们家的冰箱里。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家这个冰箱呢，应该是零下10度啊。我家这个温度计呢，已经没有显示的刻度了。好，我们把这2件衣服放到冰箱里，咱们放1个小时之后再去看它还有多少温度。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呢，金水就已经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打开看了一眼，在这2件衣服包裹下呢，这个热水袋还有57、8度，将近60度左右。那之后呢，我又把它包好放进冰箱，然后咱们再放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又把它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2个热水袋呢还有50多度啊。揽福军的这个抓绒的包裹的那个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温度呢还要略高一点点。那这说明呢，这2件衣服在0度以下的温度可以保温大概1个小时左右啊，它这个保温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咱们从红外线图上来看，羽绒服包裹的比这个抓绒包裹的它那个颜色的更加的鲜亮。这说明抓绒呢能够更好的阻止热辐射。那测试做到这儿呢，我就想再进一步，想亲身感受一下这件衣服的防风跟保暖的效果。说要把金水装冰箱，拢共分几步？由于深圳这几天呢，这个气温是非常的暖和，那金水平时呢就一个单件就可以了。那我们为了测试这个衣服的耐寒的程度呢，我们专门来到了咱们深圳市的一个水果批发市场。那我们这次来呢，主要借了朋友的一个冷库，那我们通过这个冷库来测试一下这个服装它的耐寒程度到底能不能行。那咱们闲话不多说，马上走着。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冷库的跟前。大家可以看啊，我身后的这个就是咱们水果仓库的这个冷库了。那这里面是满满的苹果，但是听说呢还是非常冷的。现在深圳室外的温度呢也得在10几度。那这个冷库有多少？我们现在去先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温度是1度。1度是什么概念呢？实际上金水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冷的概念了。我们可以去试一试。好了，那咱们就进去。我去，不行，我得赶紧去加件衣服，就是。好，我们现在已经穿上我们这个抓绒的衣服了，对，立马这个感觉是要好很多的。这个真不吹牛逼，大家看一下，这是有哈气的。今年洛川的苹果呢是遭灾了，因为被冰雹打了，所以说呢，他们现在积压了很多产品。那如果有喜欢吃苹果的小伙伴呢，我在这儿给洛川苹果稍微推荐一波啊。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我穿上这个衣服的感觉体感是要比刚才进来好很多的。你要说一点都不冷，那有点吹牛逼。但是实际上，我现在这个体感，我觉得我在这儿待个20、30分钟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这里边完全就只有2件衣服。实际上，我们刚才从架设设备，包括调灯光，在这里面已经耽搁了大概有20分钟了吧。但是现在感觉还是不错的，手真的是有一点冷，大家可以看到啊，手已经开始有点发红了。那金水做这个试验的最主要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自己亲身感受这个衣服的御寒能力。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其实这个气温并没有那么冷，最冷的可能也就4、5度，大概这种情况。那所以我们今天才找到了这么一个冷库，来体验一下，就是这个衣服在大概接近0度左右的这个体感，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总体说实话，我在刚接触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呢，是有点不屑一顾的，因为之前金水也穿过一些抓绒的衣服，我并没有觉得它能给我带来多好的这种保温的这个效果。但是今天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呢，我觉得我对抓绒的这个感觉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最起码我从刚一进来冻得跟狗一样，然后现在换上这个衣服，可以跟大家这么谈笑风生的去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状态了，也真的就还好。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冷库试验呢，咱们就先告一段落。整体的这个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大家现在应该会觉得我们这个声音好了很多，因为刚才正对着我吹的这2个风扇，我突然就关掉了啊！这时候感觉要比刚才好太多太多了。哎呀，我就感觉突然想带的事不出去了。
好，经过这几天的测试，虽然说这个测试环境不太严谨，但是相信小伙伴们也应该跟我一样能感受到这件抓绒衣服的威力了。虽然说厂家并没有跟我直言是什么样的黑科技面料，但是防风保暖的这个性能呢，是真的强悍。咱们不吹不黑啊，这么轻薄的质感还能达到这样的保暖性能，之前呢你是打死我也想不到的。但是呢，在这儿呢，金水还是要稍微吐槽一下啊，这个衣服呢。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些小问题，它这个尺码呢还是稍微有点宽大啊。我穿鞋1.77米多，不到1.78米，76公斤啊，最近才量的啊。在北方买衣服呢，基本上都要买到 XL 的，那南方的码数偏小呢，我基本上都会买 XXL 的。但是他家这个衣服 XL 的呢，整体还是要偏肥大一些，不算是那种修身的款式，就差不多我这个个头，估计80斤都能塞进去。80公斤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反光条，刚开始穿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舒服，有一些紧绷的感觉，感觉有点别扭。但是穿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稍微好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新衣服太紧，穿时间长就习惯了。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袖口上的这个反光的印花啊，怎么说呢？就是金水个人还是喜欢没有那么多标记的啊，素一点的。当然这个呢是纯粹属我个人的爱好，那就各花入各眼吧。最近揽夫君抓绒新品上市，有喜欢的小伙伴呢可以一起去看一看，通过视频下面那个链接购买呢会有一点的优惠。另外呢，我这里除了有一件我穿了一段时间之外呢，另外呢还剩2件。那如果有想测试的小伙伴呢，可以点赞评论或者是转发留言，那我会从 YouTube 和 B 站各抽出1名幸运观众，把这2件衣服送给你。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或者是有帮到你，那就请你帮我点个赞，这将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最新一期更新的内容。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都会是我更新的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秘的，我是金水，咱们再见。